我不喜欢这世界上的大部分人，这世上的大部分人也不喜欢你，但我喜欢你。光影23是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我是阿月，每天为您带来最温暖的电影故事，一起来看末地。故事开始前，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让阿月的声音陪伴你每一个晚上。如今光影23是已经启用了热推功能，通过台湾朋友们的点击支持，可以帮阿月实现影片的更广泛曝光。具体操作步骤在说明栏中有详细说明，这将有助于我结识更多的观众朋友。阿月在此先行谢过，真诚希望在台湾的您能帮我尝试一下，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眼下正值百花盛开的烂漫春日。屋外的末地哆嗦着手点燃了一根香烟，他幼时患上了小儿麻痹症，痊愈后就落下关节炎的毛病，整个人身形萎缩，只能蹒跚而行。而父母接连去世后，哥哥查尔斯便迫不及待将末地送去了姨妈艾达家。末地不太喜欢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因为艾达看向自己的眼神总有几分嫌弃。他以为哥哥今天出现是来接自己回家的，可查尔斯的真实目的是留下一笔抚养费，与他彻底斩断来往。一个自己都照顾不好的妹妹，怎么可能料理好父母留下的宅子？查尔斯擅作主张卖掉了那栋房子，准备拿着钱去大城市里闯一闯。他不顾末地呼喊，径直离去，而末地还正悲愤难抑，艾达就一脸不耐烦，吩咐他赶紧把查尔斯送来的那些话剧收起来，别让家里看得乱糟糟的。末地自幼热爱绘画，只可惜搬来姨妈家后，他就已许久没有再画过了。无论是小镇居民还是至亲之人，都不把末地当正常人看。末地知道，在姨妈眼里，自己就是条寄生虫，只需一点怜悯与施舍就能活下去。至于什么关爱啊、尊重啊，他根本不配。末地迫切想要摆脱这个环境，而转机也就在这天来临。末地在商店采购时，渔夫埃弗留下了住家女佣的招聘广告，只是他满身煞气，看起来十分不好惹。可末地知道这是自己离开姨妈家的机会，于是等到埃弗一走，就撕下了他的招聘告示。末地打听到埃弗的住址，发现这是一间远离城镇的小屋，而埃弗见到他的第一面，也有着如常人一般的偏见，怀疑他做不了这份工作。尽管末地在家时从来没做过家务，但他为了留下来，还是极力推销自己，说自己可以干5个女人的活。可埃弗为了生计，整日在外奔波，打鱼劈柴已经耗费他全部精力。如今家里需要的是一个行动利索的帮佣，而不是一个连走路都费劲的女人。迎着他拒绝的眼神，末地无可奈何转身离去。然而埃弗在得知末地回家路上会被小孩子丢石头欺负时，当即牵上2只看家的小狗，决定护送末地回家。要知道，一个腿脚不便的女人从镇上走过来，一路也不容易吧。而埃弗自从那天发布完告示后，除了一个末地，竟再也没有人上门应聘女佣。他等了几周之后，无奈之下还是开车去了末地家。埃弗决定让他试几天工，看能不能留下。对于埃弗的出现，末地无疑是又惊又喜。艾达姨妈家的宅院再大再敞亮，那也不是他的家，他必须离开这里，必须向所有人证明，依靠自己的双手，他也能活得很好。而艾达看着收拾行李的末地，简直是气得直跺脚。那个埃弗自幼父母双亡，性格孤僻，末地要是搬去和他住，一男一女生活在那么偏的地方，岂不是门风都要被败没了？他威胁末地，要是敢离开，这辈子都别想再回来。可末地心意已决，留给姨妈的只有一个毅然决然的背影。然而施工的第1天并不尽如人意，对于一个常年养在家里的人来说，末地的眼里没有活。埃弗都已经在忙进忙出了，他还站在一堆锅碗瓢盆中，嗫嚅着嗓音询问自己要做些什么。当埃弗忙了一整天，晚上回家想吃口热腾腾的饭菜时，发现灶台上炖的居然是自己最讨厌的萝卜。在看见依旧杂乱的桌面后，埃弗爆发了，他需要的是个能照顾自己的人，
而不是找个祖宗回来等他去伺候。埃弗将莫蒂的行李丢在地上，让他赶紧滚出家门。 My house! My house! 但在第二天，埃弗下楼时，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大为惊讶。莫蒂不仅没有离开，还将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做好了早餐。此刻他正跪在地上，一寸寸刷着地板，因此埃弗默认了莫蒂的留下。吃完早餐后，便推着小推车离开了家，要去镇上卖鱼。而莫蒂等埃弗走后，还惦记他嫌弃昨晚的饭菜不够好，打算炖锅鸡汤来好好表现一番。可看着那群活蹦乱跳的鸡，莫蒂愣是做足了心理建设才敢动手。随后他在收拾屋子时，又翻出一罐蓝绿色的油漆，这是一种与眼下的昏暗环境完全不同的色彩。如此清新明亮的颜色，几乎是在一瞬间点燃了莫蒂内心的渴望。他想起曾经挥舞画笔，蘸着颜料肆意创作的日子。他想画画了，可毕竟自己初来乍到，莫蒂还不敢太过放肆，他只敢找出刷子，涂了一小块壁柜，而那一小片色彩悄然点亮了莫蒂眼中的光芒，在这灰暗的环境中显得格外夺目。等到埃弗回来，见他心满意足地喝着鸡汤，莫蒂不由悄悄松了口气，看来自己是能够留下了。但眼下还有件要紧事没解决，整栋小屋不到20平方，阁楼里只有一张床，自己究竟住在哪里？面对莫蒂的询问，埃弗却觉得可笑，接受不了和自己睡，就赶紧离开。要知道他当年还在孤儿院的时候，可是和6、7个人躺在一起睡觉，难不成你是什么公主，还想独占一张床？莫蒂吓得赶忙摇头，但他还是第一次和男人睡在一起。莫蒂躲在床的另一边，冷到发抖，也不肯钻进被窝里。他一整晚都没睡安稳，听着屋外的狗叫，一直挨到天亮。等到次日清晨，埃弗见莫蒂喂狗时，不断喊着些亲昵的称呼，立即板起脸，命令他不准这么跟狗说话。而莫蒂也只是解释了几句，就遭到埃弗严厉指责。他必须要让莫蒂明白，这是自己的地盘，在这里他连那群鸡都比不上，怎么还敢还嘴的？埃弗要求莫蒂以后事事都要听自己的安排，别总想着自作主张。而莫蒂面对他不容置疑的强硬态度，也只是乖乖点了个头。起码这是靠自己劳动换来的一处容身之地，有吃有住，怎么样他都能接受。一转眼间，莫蒂就在这栋小屋里住了数月之久。这期间他自我感觉良好，可镇上的风言风语却越来越多。有人猜测他是被囚禁的奴隶，也有人传言他是埃弗的情人。姨妈艾达更是觉得颜面扫地，莫蒂对此却完全不在意。通过这些天的相处，他发现埃弗只是嘴硬心软，要不然他怎么会在第一天的时候护送自己回家呢？从未体会过爱情滋味的莫蒂，甚至开始忍不住幻想，要是有一天自己能和埃弗结为夫妻，那些流言蜚语是不是就会消失？他是不是也会有人爱？这个甜蜜的念头一直在莫蒂心中盘旋。直到这一天，埃弗带着他的好友弗雷来家中卸货，莫蒂只是走出来与弗雷笑着说了几句话，埃弗就觉得他不够听话，没按自己要求乖乖待在家里，便直接上手打了一巴掌。这一巴掌带着十足的力道，打碎了莫蒂心中的旖旎幻想，也打懵了埃弗。他攥着还在隐隐作痛的手掌，心底渐渐泛起一阵后悔。莫蒂只是性格有些特别，但平日里做事还算靠谱，自己实在不该如此冲动。而莫蒂也并非逆来顺受的性格，这一巴掌彻底点燃了他的怒火。趁着这股气性，莫蒂做了一直想做都没敢做的事，那就是在墙上画画。等到埃弗出现，莫蒂更是直接伸手讨要这几个月的工资。随后他用这些钱买了一套新的颜料与画具。此后莫蒂只要家务一做完，就开始对着墙面创作。而他画画不需要复杂的构图，也不讲究精细的调色，红色就是花瓣，黄色就是花蕊。莫蒂用童真的笔触开始让这个家绽放出鲜艳的花朵。这天他正在画画，一位从纽约来此度假的女士找上门来。原来对方名叫桑德拉，几天前找埃弗订了2条鱼，结果一直到今天
都没送过来，而莫蒂还记着那个巴掌，没敢走出门与桑德拉交谈。他答应自己会告诉艾芙，可桑德拉却透过门缝敏锐捕捉到墙上的一抹色彩，那样可爱稚嫩的小鸡实在是充满别样的意趣，他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 Nice to meet you, Maud.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肯定自己，莫蒂无法掩盖雀跃的心。等到桑德拉一走，就在窗户上画起花来，而艾芙也注意到了这些天里家中的变化。他其实分不清墙上画的究竟是鸟还是精灵，但艾芙没有去阻拦，他还为那个冲动下的巴掌对莫蒂怀有愧疚，所以他画得高兴就好，反正家里这样看也舒服些。莫蒂知道艾芙没有记账的习惯，要么忘记给这家送鱼，要么那家赊的鱼钱没收回来，他便拿出画的小卡片，说要帮艾芙记账，这样他以后都不会再搞混了。而两人如今同吃同睡，共享彼此的生活，俨然一副夫妻的模样。于是当夜晚艾芙靠过来想要亲近时，莫蒂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想结婚了，他想给自己一个真正的家，一个能够相伴余生的答案。可艾芙只是个没文化的糙汉子，整天除了卖鱼就是砍柴，为了那几个钢镚忙碌，根本体会不到莫蒂的细腻心思。他嫌弃结婚打正要钱，直接拒绝了莫蒂。因此当艾芙再一次靠过来时，莫蒂坦白了一个秘密，他以前有过一个孩子，可惜生下来是个畸形儿。姨妈和哥哥便趁自己睡着的时候把他悄悄扔掉了。艾芙闻言一下子愣住了身形，他没问那个孩子是怎么来的，也没问起莫蒂以前的经历，因为莫蒂行动不方便，连个小孩子都能欺负他。而这世上拥有歹念的人实在太多，究竟发生了什么，不用想也知道。艾芙默契地闭上了嘴，躺到一旁，开始悄悄心疼莫蒂的过去。也多亏了莫蒂为艾芙理清账单。次日上午，两人便一同来到桑德拉的家。在商量鱼的价格时，莫蒂递出卡片上记录的账目，又忍不住插了几句嘴。因此当桑德拉回屋拿钱时，艾芙不得不为莫蒂再立一次规矩，这个家全赖他一人赚钱，所以没有你莫蒂说话的份。可艾芙在这边横眉冷眼数落着莫蒂，那边桑德拉就看上了这张莫蒂画过的卡片，当场决定额外多加10分钱，买下了这幅在艾芙看来完全就不值钱的小画。艾芙见状一下子就熄了火，桑德拉则鼓励莫蒂要多画些作品，因为他还会继续回购。因为桑德拉的推荐，喜欢莫蒂创作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属于莫蒂的家务越来越少。他如今整日都待在家中画画。到了大雪纷飞的隆冬，艾芙还会用小推车推着他出门玩雪。等到开春，本该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屋外却是一堆枯黄的杂草，莫蒂却没有任何不满。没有花园又何妨呢？反正他可以用画笔在家中的每一个角落里勾勒出繁花似锦的动人景致。而这期间，艾芙要做的就是努力卖鱼赚钱，闲暇时再答应客户的要求，帮他将小画寄到外地，替他买来一桶又一桶颜料，一把又一把画刷，全力支持他的创作。邮局的老板都有些无奈了，莫蒂的画在他看来和自家5岁孙子的水平差不多，怎么会有那么多傻子乐意花这个冤枉钱？艾芙虽然从没夸过莫蒂，但听见别人这样质疑莫蒂，他还是感到极度的不爽。艾芙一板一眼告诉老板，坚持画画并能卖出去的只有莫蒂，等到你孙子能做到这个份上，你再来叫唤吧。有了艾芙的维护，一向胆小怕事的莫蒂也壮着胆子丢下一句傻子，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邮局。这天，两人正在家中吃饭，桑德拉却找上门来，询问莫蒂有没有画幅更大的创作，称自己愿意花$5购买，这可是能抵得上一家人1周的开销。艾芙想都没想，就拿出几张莫蒂在木板上的创作，莫蒂却在一旁急得眼泪直打转，因为他还没画完，根本不想卖掉这些画。可碍于艾芙曾经立下的规矩，莫蒂也不敢表现出什么强烈的不满。但艾芙敏锐捕捉到他的情绪，立即将钱还给了桑德拉，把画拿了回来。他是个粗人，搞不懂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莫蒂的画，但莫蒂不开心了，他就不卖了，给多少钱他也不会卖。桑德拉见状只好作罢，转而向莫蒂约稿，
因为他在纽约的家需要莫蒂的画来装点，而他也已经迫不及待要向纽约的那帮艺术家们介绍这个生活在乡下的女人，展示她是如何以独特的方式用画笔诠释对世界的理解。而价格桑德拉也依旧开到了$5。莫蒂送走他后，高兴得手舞足蹈，恨不得现在就开始提笔创作。埃弗却拉着他坐下来，招呼他把饭吃了。无论要做什么大事，还是先把肚子填饱最重要。自这天以后，莫蒂就变得越来越忙，甚至连家务都顾不上干，一起床就开始画画。而埃弗注意到莫蒂还在画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一种异样的感情在他心中萌发，那是一种被承认、被认可的感觉。过去几十年人生里，埃弗从没体会过这种滋味，莫蒂却觉得这只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我们风雨同舟了这么多年，因为你，我有了可以再次画画的机会，我的画本该就有你的一半。对于莫蒂这番突如其来的告白，埃弗面上不显，转过身后却告诉莫蒂，以后他也会承担一部分家务。埃弗仿佛早已忘记当初他是为了找个能打扫的女佣才留下的莫蒂。对于埃弗的变化，莫蒂都看在眼里，于是等到晚上睡觉时，他主动抱住埃弗，再一次提起两人结婚的事情。埃弗却不自在地躲了过去，他从一出生就在孤儿院了，几十年来形单影只，独来独往，倒也觉得自在。这样的生活也没什么不好，但最近他发现自己有些不对劲了。从前的自己对周遭的一切都漠不关心，如今却会因为莫蒂的情绪而起伏。莫蒂不高兴了，他心里也跟着堵得慌。这种被别人牵动情绪的感觉让埃弗本能的抗拒，他害怕爱，害怕有个人彻底走进自己的生活，打破这份长久以来的平静。可莫蒂却有些生气了，我们住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有多喜欢你，你心里清楚，而且你也明明喜欢着我，为什么要拒绝呢？是啊，我为什么要拒绝呢？迎着莫蒂真挚的眼光，埃弗改变了想法。他知道莫蒂腿脚不好，路走久了就会痛，于是从很久以前，只要他在家，他就会用小推车推着莫蒂四处逛。而他也开始学会欣赏莫蒂画的那些花，明艳灿烂，就像他自己一样，闯进了这个家，拂去自己内心的阴霾。所以还有什么理由再去拒绝呢？于是当天色完全亮起的时候，埃弗买来了一套笔挺西装，与莫蒂在登记处正式结为夫妻。两人没有摆酒宴请，没有广邀宾客，他们都是被大家遗忘的人，因此他们也不需要别人的祝福。只要你爱着我，我心里装着你，那么这条回家的路，他们还要在一起走很多很多年。暮色四合，蜡烛的火苗在阁楼摇曳，莫蒂在一片昏黄的暖光中紧紧依偎在埃弗怀里。两人在这无人知晓的夜幕中轻轻呢喃着对彼此的爱意。莫蒂觉得自己和埃弗就像两只落单的袜子，埃弗便说自己是被拉长变形了的那只，上头好多洞，灰扑扑硬邦邦的。莫蒂笑着接过话，称自己就是单调的白色棉袜。埃弗却坚定摇了摇头，不，你是宝蓝色，是明黄色，是世间一切明媚鲜亮的颜色。你的出现装点了我暗淡无光的灰暗世界。等到了冬天，莫蒂的绘画小屋正式开始营业了。他在门口挂上招牌，方便慕名而来的人们都能找到自己。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屋上的图案越来越多，莫蒂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如今报纸上都刊登了他的事迹，甚至连带着埃弗也一并出现在了报道里。这可着实把埃弗吓了一跳。在他的设想里，自己应该是在这处无人问津的角落里慢慢老去，直至死亡。没曾想沾上了莫蒂的光，弄得大家都知道了这世上还有个叫埃弗·刘易斯的渔夫。埃弗在为莫蒂高兴的同时，心里又隐隐地泛起一阵复杂的情绪。莫蒂如今变得越来越优秀，可他还是一个不识字的粗野渔夫啊。这天上午，莫蒂的家门外出现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人，那竟是消失多年的哥哥查尔斯。自从查尔斯那年先斩后奏，卖掉父母留下的房子后，两人便彻底断了联系。查尔斯如今找上门来，自然也不是为了什么兄妹之情，
他惦记上了莫蒂赚的钱，却还摆出一副冠冕堂皇的模样，称自己都是为了妹妹好。艾达姨妈说，你赚的钱都被埃弗捏在手里，可你看看，你还是住在这么狭小的屋子里，埃弗连根电线都舍不得为你牵，所以你需要一个见识广的人来帮你打理资金。莫蒂却根本不为所动，他是身体有残疾，不是脑子有问题。莫蒂早都看清了哥哥唯利是图的本性，现在还想来挑拨自己与埃弗的关系，莫蒂自然不肯答应他。正巧这时埃弗外出归来，在得知眼前人是莫蒂哥哥时，更是直接冷眼问他到底要干嘛。当年莫蒂一家能把他一个不良于行的女人丢到自己这边来，就意味着他家没一个好人。在埃弗满是敌意的眼神中，查尔斯被吓得只敢匆匆买了一幅画，便再也没出现过。等到也不知是第几个夏天来临时，莫蒂向埃弗提出了请求。这个季节家里太闷热，但是开门又会有苍蝇飞进来打扰他画画。莫蒂想让埃弗给自己装个纱门，埃弗却直接拒绝了他。如今的家务活都是自己一人包揽，劈完柴卖完鱼回来还要做饭拖地，他已经很累了，莫蒂竟然还敢提出要求。然而埃弗嘴上是100个不情愿，等他做完午饭后，就立即开车去镇上买了个纱门，为家里画画的妻子安装妥当后，才进山去砍柴了。埃弗走远后，莫蒂摸着新换的纱门，嘴角不禁浮现一丝笑意。这个埃弗都在一起多少年了，还是那副爱说反话的脾气。不过谁叫自己这辈子就喜欢他呢？而有关莫蒂的事迹也被传得越来越远，副总统尼克松甚至还寄来信说要买画，电视台也赶来为他做了专题报道。这间过去最不起眼的小屋，如今成了这处小镇上最著名的打卡点，家门口每天都围着许多人。而埃弗在接受采访时，只是老老实实描述了这些年的生活，就发觉镇上的大家看他的眼神有些不对劲了，仿佛人人都在怀疑他一个大字不识的粗人，怎么会有个这么有才华的妻子。连艾达都说，他这种性子阴沉的人能娶到自己侄女，简直就是走了大运。而艾达同时还嘱咐埃弗，让莫蒂有时间来找自己一趟。埃弗把画带到后，就在家里生起了闷气。他本就觉得自己有些配不上莫蒂，如今旁人的质疑更是让他心神不宁。埃弗怕极了有一天莫蒂会离开自己，寻找一个更好的伴侣。可他别扭的性格让他无法说出示弱的话语。相反的，埃弗甚至还开始假装不满，称自己这些年来照顾莫蒂有多么不容易。为什么大家都不理解呢？莫蒂却觉得他在无理取闹，为什么要管别人的态度呢？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不就行了？你不想陪我去看姨妈就让开，别挡着我的路。两人因此不欢而散。于是这么多年来，莫蒂第一次用自己的双脚一瘸一拐地走回了姨妈家。而艾达之所以叫莫蒂回来，是因为他不想死的时候还怀有遗憾。原来当年莫蒂生下的孩子不仅不是畸形儿，还是个非常健康的宝宝。可由于大家都觉得他照顾不了孩子，于是查尔斯把宝宝卖给了一户好人家。而艾达最后悔的就是在送走孩子前没能让莫蒂抱一下他。这个迟来的真相让莫蒂缓了许久，都没能从震惊与悲伤中抽出身来。他的孩子居然还活着，他的孩子没有离开他。此时此刻，莫蒂满心满眼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见那孩子一面。因此当埃弗开车找来，诉说自己看着旁人那些嘲笑的眼神心里有多难过时，莫蒂完全没有心思去理会。而埃弗见状气得口不择言，称自己当年要是没留下莫蒂就好了，他给自己带来的全是痛苦。两人老夫老妻10几年了，如今都在气头上，莫蒂才不惯着埃弗，直接下车朝着好友桑德拉的家走去。如果没有桑德拉，莫蒂如今还在那间小屋里苟且生活。莫蒂将他视作伯乐知己，视作自己唯一的好朋友。于是当自己受到伤时，他第一个想起来的疗伤之处就是桑德拉的家。而桑德拉将莫蒂迎进门后，什么也没有问，只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客房，随即开始与莫蒂讨论他究竟是哪里来的灵感，能创作出那么独特的画。提起这个，
莫蒂其实也想不明白，他没有学过任何理论，也没有任何绘画技巧，只是面前摆了一支画笔，一罐颜料，他就可以立马投入这充满色彩的世界里。莫蒂自幼腿脚不便，他人生更多的时候就是坐在窗边观察世界。春天的花儿，夏天的鸟儿，秋天的落叶，冬天的小路，都在眼前展开。他浮生的一切都已通过窗户被框成了一幅画。而埃弗在与莫蒂分开的这些天里过得并不好。他早晨起床时会想莫蒂晚上有没有盖好被子，中午去地里割草时会想莫蒂有没有按时吃饭，晚上回到床上又开始想念莫蒂在身边时的温暖。而桑德拉的家离商店7英里，没有自己，莫蒂怎么能走得下来呢？终于埃弗撑不住了，他率先低头找到了莫蒂，两人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几天前的不愉快其实早已在分开的思念中消失不见。莫蒂要埃弗看向天空，称那有朵云像极了趴着的女人。埃弗却盯着莫蒂，眼里慢慢涌上了泪花。他才不想看什么云呢，他只想一辈子看着莫蒂，看着他的妻子。埃弗至此才坦诚，自己先前的反常是害怕莫蒂会离开自己。莫蒂却摇了摇头。埃弗给了他想要的一切，一个家，一个能够画画的天地，他怎么可能会离开埃弗呢？而埃弗接走莫蒂后，第一时间没有回家，反而是将车停在了一栋高档别墅附近。原来在分开的这些天里，他已经打听到莫蒂的女儿如今住在哪里。此次前来就是为满足莫蒂的心愿，是上前相认，还是远远看上一眼，埃弗都凭莫蒂做主。而莫蒂下车后看了那么一眼，就起身离开了。只要知道孩子过得幸福，他就已经知足了。又是一年隆冬，可莫蒂的生活却如春日暖阳般，满是温馨与惬意。每天看看粉丝来信，再画几幅画，累了就躺在埃夫怀里休息，多么充实且美满的好日子。他的病却不肯放过他。一个冬天过去后，莫蒂患上了肺气肿，而他的关节炎严重到连笔都握不住的地步了。莫蒂如今只能坐在家里，什么也干不了。埃弗看着他痛苦的模样，心里越发慌张。他不知该如何做才能留下莫蒂。而等到下一年时，莫蒂的身体彻底垮掉，看着病床上奄奄一息的他，埃弗心里充满了后悔。他后悔当年为什么不对莫蒂好一点，后悔自己为什么那么晚才察觉了心意。莫蒂却告诉埃弗，只要彼此相爱，什么时候也不会晚。最终莫蒂在医院中去世了。埃弗回到家中，屋内的一切依旧，可那个熟悉的身影却再也不会出现。他看着家里那些色彩鲜艳的画，每一抹色彩都饱含着莫蒂对生活的热爱与憧憬，如同一束明亮的光，直直地照进了他原本灰暗单调的世界，让这里变得五彩斑斓，充满生机。那他为什么之前就不懂得好好珍惜呢？埃弗打开了莫蒂画桌上的铁盒，发现里面竟还装着多年前自己发布的招聘信息。那张已经泛黄的纸小心翼翼被莫蒂保管着，那是他们相依为命的开始，更是他们一路走来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珍贵见证。全篇完。哦对了，如果喜欢阿月讲的这个故事的话，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哦，让我们每晚在光影23室相互陪伴。莫蒂是2016年加拿大剧情片，其故事依据真实事件改编。影片在呈现莫蒂去世的情节后便迅速收尾。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莫蒂离世后，埃弗继续居住在那间小房子里，他没有清晰可见的收入来源，可社区里很多人都深信他在家里藏有财物。1979年，当面对强盗逼问藏钱位置时，埃弗拒绝透露，最终惨死于强盗的刀下。事后人们才在埃弗家中的地板下发现了那笔巨款，足足2万美金。要知道，按照当时的购买力，这些钱足够在当地城市中买一栋很棒的别墅。可直到最终，那间小破屋中连电灯都没有。这是一部生长在现实故事中的美丽童话，然而现实中埃弗又是那么的讽刺荒凉。这一路的故事就像假的一般美妙，这最终的据点
却又真实的那么残酷。有很多人一直在跟我说一个同样的话题，如今过得很痛苦，很想放弃，因为人生没有意义。可是在我看来，人生的意义本身就没有意义，因为意义二字是人自己赋予的定义。如果一个人他这一辈子最大的理想是当一个老师，可是他只能活到28岁，他用尽所有的时间，终于在28岁那一年拿到了教师的资格证。可是这个时候生命走到了尽头，他完成了自己的梦想了吗？或者说他的人生有意义吗？我觉得是有的，因为最美丽的不是最终那个可以教书的结局，而是在于追逐的过程，追逐的曲线，不停奋进的这28年。莫蒂也是这样，他的一生从来不是为了别人，为了那些名利，而是为了绘画的那份开心和爱人在一起的那份幸福。这在他自己看来已然足矣。人之所以会累，很多时候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殊不知他们不是你，而你对你自己的审视、观察、思考，才是真正的灵魂力量和你自己的光。世界或许冰冷，但那不是我们自己冷酷的理由。爱你自己，再爱他人，用你自己的光去照亮那些根本不用在意的冷漠黑暗。如果你喜欢我讲述的故事，可以点击观看光影230的播客列表，这里面分类整理了阿月讲述的近500部电影故事，总有一款适合陪伴您进入甜蜜的梦乡。当然也不要忘了订阅光影230，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查看我的最新视频。